韩大人，王大人，两个贪官都押来了。他们两个押来了，别的还动不了呢。把这两个贪官押到聂司衙门大牢里去。是，押走。里面去的。完全是官逼民反。泰州的盐矿1个月前就开始渗水，井工知道要井喷，不愿意下井，井主就买通了监盐务的太监。那太监命泰州知州派兵丁押着盐工下井采盐。眼见着冒水，不出1个时辰，井喷便起了，整个盐井一片汪洋。200多盐工1个人也没逃出来。德兴的铜矿已经挖了4年了，矿主一直不愿意运木料加固矿顶，整个矿全塌了，300多矿民逃出来只有10几个。两井矿死了这么多人，豪强居然天良丧尽，连一点安抚孤儿寡母的钱都不肯出。苦主告到官衙，泰州和德兴这2地贪官反把苦主抓了100多人关在牢里，许多人又告到了上衙，上衙又抓了100多人，这才引起了暴乱。原因只有一个，以宫里的监矿太监为首，德兴和泰州从县衙到州衙到府衙，每年都在井矿拿分润银子，这才酿此大祸，百姓怎能不反？子弟兄，朝廷有明谕，这件事让我与你直接会同处置。地方官员由我会同南京督察院严审严查，然后上报朝廷，查出一个就抓一个。宫里监井矿的太监，则由你密奏皇上严参。你去把门关上，任何事、任何人不要来烦我。是。又有谁打招呼了吗？这个案子已经不算什么事了，你也不能在南京待了，明天就得立刻回京师。2个矿死了那么多人，又引起了这么大的暴乱，案子刚刚开始查，你现在让我回北京？北京那边出了更大的事，而且牵扯到你。内阁和北京督察院都来了文，你必须立刻返京。刚峰出事了。是。海刚峰已经被抓了。他上书了。是，奏书的抄件，那个已经急递给我，触目惊心呐。可否给我一看？你最好一个字不看，一个字都不知道为好。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怂恿我向督察院讨了这个差事，离开北京。我早就应该想到，他只是不想牵连我。太夫人呢？嫂夫人还有身孕呢，他们怎么办？你不要管了，你也管不了了。说到底，是我误了他。嘉靖40年，要不是我力荐他出任淳安知县，他现在已在老家采菊东篱了，也不会惹来这场杀身之祸。太夫人、嫂夫人已经被李太医送到南京了，天大的干系，我都会照看他们。你回到北京，一是把自己说清楚，二是这边牵扯到宫里拿赃银的事，先一个字也不要说。这个时候再牵扯到宫里，陈洪更会怂恿皇上杀人的。给我备马，我现在就走。
啊！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把梯子搬这边来，搬这边来。好，来，手劲啊！哎，棍子拿高点。先都停下来，小心点，让贵客过去。太夫人，夫人，李先生，里边请。李太医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家是我的朋友，也是刚峰的朋友。前院是染布、踹布的工厂，后院还有织布的织坊。再往后就是太夫人、嫂夫人住的地方。安排你们住到这儿，就是怕你们寂寞。白天呢，可以看看他们织布，把海南的织布技巧传授给他们，一旧两变，你们住着也安心呢。多承李太医想的周到，白天能帮他们织些布，也不白住人家的屋子。李太医，刚才你说这家主人也是主席，我怎么没听说过？哦，说起来，太夫人就知道了。这个人就是刚峰兄任淳安知县时那个杭州知府高知府。后来经理抓了，又被罢了官的那个翰林，正是此人。太夫人请啊。这边。这就是安排我们住的地方。对，就是这里。我们家老爷和夫人听说太夫人和夫人来，真是高兴的不行啊，特意吩咐，请太夫人和夫人一定要住在这里。你老要是不住，小的们就要挨骂了。我家老爷和夫人正从松江往南京赶，今晚就能到。今天3月24了，汝贤说他5月初就能到南京。李太医，这1个多月你不会走吧？我会等刚峰兄来了以后再走。既然李太医也住这里，打搅人家也不过1个来月，我们先住这里，等汝贤来了再搬走吧。但听婆母的。这就是了。来，我扶你老。记忆中从来就没有对母亲说过一句谎话，可这一次，儿子对母亲的承诺将成为永远不能相见的等待。转眼到了5月初5，朝廷的清流理学之臣已经聚集在督察院大堂，奉命在这一天驳斥海瑞在奏书里攻击皇上的言辞，然后待会儿到了督察院大堂，你在那些人面前认个错，皇上就会放了你。那些人也不会因为你再受牵连。我想听石公公的第2番意思。你的那道书已经牵涉到了我大明朝的根本。我说这话，你听不听得懂啊？请说下去。大了我不说，就说宫里、镇抚司，就有很多人受到了你的牵连。吕方、吕公公，人都到南京去了。黄公公，阿弥陀佛似的一个人呐，为你说了几句话，现在还关在
东厂的大牢里面天天受折磨，对你一直不错那个齐大柱和朱七也都被抓起来了，还有你那个好朋友王永吉也急调回京了。你要是不认个错，这些人一个个都得死，你知道吗？这些你都想过没有啊？我怎么救他们？陈公公，阁老，陈时整了，是否应该催催？那个海瑞该押来了。不急，海瑞什么时候押来，还得后旨。皇上都替你想好了，你就说圣人的书没读好，把孔圣人、孟圣人和黄老给弄混了，才说了那些疯话。你请了罪，皇上就不会治你的罪了，而且还会破例把你调到国子监去。表面上是让你去读圣人的书，实际上都给你安排好了，让你参加贡考。你不才是个举人吗？参加了贡考，拔贡9卷到都堂，你的科名就有了。圣德巍巍，你的前程也就有了仕途的底子。这可是千古未有的一段君臣佳话。请公公转奏皇上，我海瑞无话回奏，要奏，只能用圣人的话回奏。孟子曰：“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老子曰：“圣人无恒心，以百姓之心为心。”请皇上多想想我大明朝的社稷江山，多想想天下的苍生百姓。我个人的死活，不过如一片落叶，化为尘泥罢了。那么多人审你，谅你也不会心服口服。皇上叫我事先将这些人驳你的话都告诉你，想听听你是怎样回他们的话。既然有旨意，该回的话我都会回。大人能否告诉我，你在哪个衙门任职？和你一样，在大明朝任职。你只管回话。那就请问吧。国子监司业李清源问你：我华夏3代以下，可称贤君者，该首推何人？当首推汉文帝。文帝之前，文景之治，后世莫不颂之。你却在给皇上的奏书里引用狂生贾谊之言，求全苛责，借贬义汉文帝，以贬义当今圣上。如此贤君尚被如此攻击，你心目中的贤明之君是谁？尧舜禹汤。
李清源问的是3代以下。臣的奏书里已经说了，3代以下，汉文帝堪称贤君。李清源问你，继任汉文帝为贤君，为何反责文帝悠悠退训，多代废之政？这是不是在影射当今的皇上？为什么不回话？此言不值一驳。不值一驳，还是无言回驳？臣的奏书他们没有看懂，他们也看不懂。因此，不值一驳。好大的学问！有旨意，你必须回驳。汉文帝不尊孔孟，崇尚黄老之道，无为而治，因此有悠悠退训之断，代废政务之弊。但臣仍认文帝为贤君，因文帝又有亲民近民之美，慈恕恭俭之德，以百姓之心为心，与民休养生息。既知景帝光大文帝之德，实有文景之治。可是当今皇上处处自以为效文景之举，20年不上朝，美其名曰无为而治，修道设教行，其实是大兴土木，设百官如家奴，视国库如私产，以一人之心夺万民之心，无一举与民休养生息，以致上奢下贪，耗尽民财，天下不治，民生困苦。要我直言，以汉文帝之贤，又有废政之弊，当今皇上不如汉文帝，远甚。大明朝设官吏数万，竟无一人敢对皇上言之。我若不言，煌煌史册自有后人言之。请大人将我的话转问李清源，转问那些要驳斥我的百官。他们不言，我独言之，何为影射？我独言之，百官反而驳之。他们是不是想让皇上留骂名于千秋万代？独你一人是忠臣、良臣、贤臣，我只是直臣，无父无君的实臣。大人，能否将我的话转奏皇上？说。我4岁便没了父亲，家母守节，一人将我带大。初尔为官，家母便谆谆诲之。儿虽无父，既识君禄，君及尔父。
岂知我海瑞一人视君若父？天下苍生，无不视皇上若父。无奈当今皇上不将百姓视为子民。中庸元党以来，从宫里24衙门派往各级的宦官，从朝廷到省府州县，所设官员，无不将百姓视为鱼肉。皇上身居西苑，一意玄修，几时察民间之疾苦？几时想过几千万百姓虽有君而无父，虽有官而如盗。两京13省，皆是饥寒待毙之婴儿，刀俎待割之鱼肉。君父知否？送你8个字：无父无君，齐国齐家。赶快抬走，抬走！怎么回事？都4时了，是不是另有旨意？是。有旨意。皇上口谕：海瑞何许人？无父无君，弃国弃家之徒而已。自绝于君父，自绝于朝廷，毋庸和他理论。着徐阶、陈洪率内阁司礼监会同百官论罪便是，钦此。奴婢领旨。臣等领旨。石公公，皇上怎么说来着？是论罪还是定罪？是论罪。那就论吧。徐阁老，怎么论？内阁拿主意吧。各位请坐。海瑞那道奏书
1月前就分发给了诸位，诸位也都写好了驳他的奏本，大家就照着自己的奏本论吧。怎么着？都想抗旨吗？孽障！从左边第一个开始，一个个的说。陈公公，当初奉旨叫我们写驳斥海瑞的奏本，我们都写了。可是海瑞本人没有到，我们所问的话，谁来回答？无人回答，那让我们怎么论罪呢？哼，反问得好。你的意思，你们的意思，海瑞不来，便论不了他的罪。那也好。我来挨个问，你们来答。李清远，下官在。海瑞有罪无罪？有罪。什么罪？不该在奏书里以不敬之言力骂君父。没了。下官已经回答了。我问你，他力骂君父那些话对不对？力骂君父，便是不对。绕圈子是不是？我要你回答，他骂的那些事，骂的那些话对不对？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更无不是的君父。你们想回答的都是这2句话吗？回陈公公，这2句话，第1句是圣人说的，第2句是今年正月裕王爷对臣下等说的。陈公公若认为不妥，下官收回就是。你接着问。既然大家都写了驳海瑞的奏本，我看就把奏本里的话摘出来，纂成1本，然后由内阁用底报发至各省，3法司也可以以此定海瑞的罪了。石公公，这是正论，要不然每个人把自己的奏本念一遍，几天也念不完。那就把大家的奏书都收上来吧。慢着。有些人的奏本已经誊成了一份，交到了宫里，可有些人的奏本还没看呢。王永吉，下官在。你的奏本好像就没有呈上来嘛？是，下官的奏本是昨晚赶写的，今早写完的。你的奏本里是怎么论海瑞的罪的？回陈公公，并禀报徐阁老，下官的奏本写的是这一次奉旨清查开化德兴2县因官员贪墨造成的矿民暴乱一案的始末，请内阁司礼监转呈皇上。露出尾巴了不是？2月17，群臣上贺表，海瑞上了那道辱骂君父的奏本。今日旨意叫大家上驳斥海瑞的奏本，
你却上了一道什么清查贪墨的奏书，两个人配合的不错嘛。王永吉，我问你，海瑞上的那道奏本，你们是如何商量的？回陈公公，海瑞上这道奏书，并没有与我商量过。咱家瞧不起的就是你这号人。司礼监接到的呈报，去年7月，海瑞被调到京师，就你与他频相往来，多次彻夜长谈。等到海瑞要上书了，你却向督察院讨了个去南边查案的差事。现在海瑞抓起之后，你再回来，你当然可以推得干干净净，可又觉得写个奏本来驳斥他，实在说不过去，便弄了个查案的奏本来蒙混过关。王永吉，你也忒小人了吧？啊？我做大明的官，无需公公看得起看不起。大明朝这么多官员，也不是陈公公说谁是小人，谁就是小人。那你就回咱家刚才那些问话，你怎么不是小人？海瑞上那道奏书，并不是与我商量没商量，而是他做人做事向来无党无私，不愿意跟任何人商量。正因为我与他有伯牙子期之交，他才在上书之前就极力劝说我向督察院讨了那份差事，去南方查案。今天想来，他也是不愿牵连我而已。就此一点，海瑞不愧有古君子之风啊！与他相比，我愿意承认自己是小人，可不是陈公公说的那种小人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海瑞有古君子之风？海瑞做事只敢做敢当，做人不牵扯别人。古君子也不过如此嘛！你们都听到了？五伦之首，第一便是君臣。今天论的是海瑞对君父大不敬之罪，你无需说什么朋友之道。赵大人，这个王永吉好像就是你当年在浙江当巡抚的时候推举过的人。你说说，他的那些话该怎么论？徐阁老刚才说的话，就是政论。怎么是政论？出尔为是，识君之路，把君臣大义抛在一边，却大谈朋友之道。赵大人，王永吉和海瑞这个“朋”字，在这里该怎么解？让英雄去查英雄，让好汉去查好汉。在朝官员，不论君父，只论朋友，便是朋党。承认是朋党就好，按内阁的意思，将这个朋党给我抓喽！慢，徐阁老，在下的奏本里有参陈公公的手下监警矿太监贪墨的情状。望内阁转呈皇上。他办的是亲案，这份奏书就请司礼监
惩戒皇上吧。肃静！内阁既然说在这里无法论罪，就按你们的意思，把个人奏本里驳斥海瑞的话摘出来，交三法司定他的罪。还有这个王用吉，还有宫里的黄锦、镇抚司的朱祁齐大柱，都是朋党，一起论了罪，拟个票，报皇上。会同三法司按司礼监的意思办吧。真者，吉也。启奏皇上！猛敬。皇姐，皇姐，高丽参5钱，党参10钱，白芷5钱，陈皮9钱，10全大补嘛！皇姐，皇姐。叫这2个废物滚出去！皇姐，主子，奴婢在。去找把李时珍给朕开的单方找出来。是。请问主子，什么李时珍？什么单方啊？主子要是觉得太医不满意，奴婢立刻去另找。怎么论的罪？回主子，百官写了奏本，都不愿意再说话。更可气的是那个王用吉，连驳海瑞的奏本都没有写，反而呈上了个说宫里分矿银贪墨的奏书，摆明了是跟主子对着干。奴婢已经将那个王用吉给抓起来了。内阁许阶他们是什么个意思？内阁的意思，将百官驳斥海瑞奏本里的话都摘记出来，交三法司明日定罪。奴婢有些担心，那些人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名声，给海瑞定一个不明不白的罪，玷污了主子的圣名？
是。这是2个人的名字，送给玉宝，让他找徐阶他们一起看看。奴婢立刻就去。奴婢再请问主子，徐阶他们都指的哪些人呢？要是吕方在，这句话就不会问。奴婢愚钝，奴婢明白。王爷，王爷，徐阶他们来了。臣等拜见王爷，请他们坐吧。是。王爷说了，几位大人请坐吧。谢王爷。有旨意。不必跪了。是皇上给王爷写了几个字，并请徐阁老和几位师傅一起参详。皇上说了，这4个字说的是2个人。师傅们不必担心，陈公公有陈公公的难处，很多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他心里有皇上，自然也有我。当着他，有什么尽管说就是。我有几句话，想先请问陈公公。阁老请问。皇上什么时候写的这4个字？写的时候还说过什么？2个太医开了单方，皇上不满意，就把他们轰出去了。接着又问了督察院是怎么定海瑞的罪。坐吧。皇上这4个字说的是李时珍和海瑞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因这2句话里既含着李时珍的时字，李时珍是湖北蕲春人，又含着蕲春的春字。时下春季便是好雨，皇上龙体为和，想召李时珍来请脉，可又不愿明旨召他。杜诗下面2句，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，就是暗含了这层意思。这是叫王爷急召李时珍进京。解得好。张师傅这一解，奴婢也想起来了。王爷，
皇上在经史里确实提到过李时珍这个名字。既然皇上想招李时珍过来请脉，又不愿意让外边人知道，那奴婢就立刻安排镇抚司的人私下里去办600里加急，接李时珍进京。那就烦陈公公去办。张师傅，你接着说。既然好雨指的是李时珍，那明月说的便是海瑞。海上生明月，是祥瑞之象，其间便含着一个“瑞”字。可皇上这个时候用这2个字来说海瑞，倒是有些费解。大明之月，皇上这应该是有赞许海瑞的意思啊，是不是暗示我们在论罪的时候网开一面呢？那阁老作何解释？肃清所解的这层意思，自然也包含在这2个字里面。但如果我们按这层意思去办，便会误了大事。我的理解，明月2字另有2层意思，一层是大明无日，明者大明也，后面的月字却缺了个日字。皇上这是在责备我们这些群臣心目中都没有他这个君父。今日没有叫海瑞到督察院来，皇上已经有了这个意思。陈公公有话就说。徐阁老，您老的第2层意思是不是想说明月指的是秋后处决？王爷，各位师傅，你们要是信得过我，正要听公公的意思。明日3法司定罪的时候，一定要判海瑞秋后处决。大明朝如今是皇上的天下，将来是王爷的天下。皇上为什么叫奴婢拿这个给王爷看，给各位师傅看，就是想看一看王爷和各位师傅跟皇上是不是一条心。海瑞如此辱骂君父，百官态度暧昧，尤其是那个王用吉，连驳海瑞的奏本都不愿意写。皇上当时听了便有明旨，海瑞和王用吉要一同论罪。这时倘若王爷和各位师傅还不能奋君父之慨，那大明真是无日了。人人都可以说不杀海瑞，唯独王爷您一定要说杀海瑞，还有那个王用吉也要重判。陈公公所言极是，王爷就把我们你的这2层意思，赶紧让陈公公回宫复旨吧。龙体为何照李时珍刻不容缓？陈公公，赶紧回宫复旨吧。那就去复旨吧。那奴婢便走了。其实皇上这4个字里都含有不杀海瑞之意思。何以见得？王爷请想，海瑞的重病是李时珍给他诊好的，海瑞上书前家眷都是李时珍送出去的。皇上非但没有责怪李时珍的意思，还想请他来诊脉，这便是爱屋及乌之意呀。好雨指的是李时珍，自然
也含有一个海字。徐阁老写得好，月字无日。皇上是怕王爷和群臣心中没有君父，现在王爷和群臣都曰海瑞该杀，这便是月字有了日字。聪明莫过太岳呀！我们干脆在这里把海瑞的罪名给他定死了，以儿子辱骂父亲的罪名判他绞刑。杀不杀儿子，皆是父亲一句话而已。这个罪名好，就用这个罪名。谁开的单方？主子验过了吗？进来吧。啊，主子，刑部将罪案定了。启奏主子，三法司定的罪名十分明确。那个海瑞以儿子辱骂父亲大不敬的罪名判了绞刑，秋后处决。王用吉目无君父，以朋党罪判杖80，流3000里，也在秋后发配。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判的十分公正啊？主子要是觉得他们判的不对，奴婢发回去叫他们重判。你是想让他们判的再重点儿，还是再轻点儿？雷霆雨露，莫非天恩。主子怎么定，就叫他们怎么判。哼哼，你何不干脆说呀？好人由你们来当，恶人要朕来做。奴婢还有群臣，都不敢有这个心思啊。心思都用到天上去了，海上去了，还说没有这个心思呀？朕问你，什么叫做好雨知时节？什么叫做海上生明月呀？这件事你昨天为什么不向朕陈奏？走了个吕方，来了个人又想学吕方。陈洪，朕告诉你，你想学吕方啊，连影都没有。吕方和朕的儿子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，从来都不瞒着朕，你却瞒着朕。你以为吕方那样做，结果被朕赶走了，那是啥？那不是啥，那是小账受，大账走。吕方临走了，心里都明白。别看有那么多人管他叫老祖宗，他永远都是奴才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啊？会做媳妇儿两头瞒。玉王妃李氏那才是我朱家的媳妇儿，她要瞒门朕倒也罢了。你也想做我朱家的媳妇儿啊？摸摸你那剥了壳的鸡蛋脸，够格吗？真要长嘴，到司礼监东厂去长。奴婢没有敢欺瞒主子，实在是觉得主子龙体违和，不想让主子再生气。哼，拿朱笔来。是。罪案。哎呀！
主子，这个差儿到底是勾决了还是没勾决呀？求主子明示，奴婢也好给内阁和刑部传旨。他们不是会猜吗？让他们猜去。嗯，你不是也会猜吗？猜猜，朕会派谁去看大牢？看着那个海瑞和王永吉。主子心比天还大，奴婢哪敢猜？你猜！主子万岁爷，是不是想叫奴婢去看大牢？再猜。回主子，朕抚司诏狱原来一直归朱七管。主子的意思是不是想把朱七和齐大柱都给放了，仍然让朱七去看管诏狱，让齐大柱去看管海瑞、王永吉？你不是说朱七、齐大柱都和海瑞有勾连吗？奴婢该死，当时也是急了，怕宫里宫外勾结了不忠主子。几个月下来，奴婢都问明白了，除了王永吉，没人跟海瑞有往来，包括黄锦。不过蠢直了些，当面顶撞了主子，其实也并无吃里扒外的事情。奴婢一并恳请主子把黄锦也放了，让他依旧来伺候主子。就你这点道行，都降服不了，朕早就不要做这个天子了。借着海瑞的事，在宫里整李方的人，用自己的人。朕告诉你，吕方伺候朕40多年，从来就没有自己的人。你今天能猜到这一点，就还有药可救。传旨去。是。黄锦，奴婢在。把药拿来。是。远看风摆荷叶，近看病马歇蹄。至于吗？回主子，怕主子瞅着烦，奴婢这还忍着呢。慢点儿。黄锦，主子，慢点走。是主子。
哎呀，今日方知民生之苦啊！许多百姓恐怕连这个都吃不上。哎，他们要来收拾完了，快吃吧，快吃吧啊！钥匙。十三爷，还是小的来吧。奉旨。即日起，由我看管二位大人。来人，把他们的锁链都打开。是。你们把地都冲干净，再把桌子凳子都搬进来。太夫人不能走啊！太夫人不能走！太夫人，太夫人，太夫人不能走啊！你老和夫人这样走了，小的饭碗就要丢了。等一天，最多等2天，小的这就派人把老爷夫人请回来。你老见过老爷和夫人再走，好吗？有哪些伺候不周到的，或是有哪个下人给太夫人和夫人脸子看，告诉小的就是了。太夫人大人大量，千万不能走啊！还不过来帮忙劝？太夫人都几个月了，就是石头也半热了。蒙太夫人、夫人看得起我们这些下人，大家伙实在舍不得你们走啊！再住些日子，等海老爷到南京上了任，你们再走也不迟啊！大家都跪了，把夫人留住！夫人，别走，留下吧，留下吧，太夫人，别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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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身知道大家的好意，可是个人有个人自己的事，你们都是养家糊口的人，忙自己的去吧。太夫人，留下吧，太夫人，求求你，太夫人留下吧。李太医，叫他们起来，让我们走吧。太夫人要走，谁也拦不住，也不关你们的事。你们老爷和夫人那儿，我会去说清楚。我有急事要去京城，太夫人也不愿意再留的。起来吧，都起来吧。太夫人，你回吧。是的，太夫人。李太医，我也不再多问你了。到了京城，不管汝贤是祸是福，你都要给我捎个信儿来。现在是什么情形，我也不清楚。以刚峰兄的为人，应该不会有什么祸事。我担心的倒是嫂夫人的身孕了。
7个月了，只怕到不了海南，在路上就会分娩。上天有眼，不会让我们海门绝后的。立决、角立决，一为秋决，便是在立秋这一天处死人犯，又称斩监后、绞监后。刑部定的海瑞死刑属秋后处决，这一天便是立秋了。冈峰兄啊，太夫人和嫂夫人就要到广州了吧？来，愿他们平平安安。圣旨一下，你便要去辽东了。我人送不了你。倘若真有魂灵，我一路上送你先走。
师傅，你老问神吧。不到时候，还有一刻。还有吗？都拿来。主子，奴婢记得，往年有很多要处决的人犯，当年都没有处决，这都是主子如天之恩。是啊，人命关天嘛。有些事啊，朕都可以交给你们去办。生死二字，朕也不敢交给别人去决断。是。天佑忠良，谁该死，谁不该死，请上神明示。大主，海瑞是你的恩公，你来问神吧。天佑恩公，天佑忠良，天佑忠良。到底杀还是不杀？都什么时辰了？回公公，都40出了。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，臣海瑞谨奏：为直言天下第一事，以正君道，明臣职，求万世治安事。托时辰吗？拿过来，朕仔细看。奴婢脑子不好使。先把那些该处决的名单，叫陈红送到内阁去。是。哎呀，陈红，奴婢在。奴婢在。徐阶不是说有要紧的奏章给朕看吗？回主子，好像是。好像是。就叫他立刻拿来。奴婢遵旨。
瑞够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都在上面呢。各位自己来看吧。一起看，有没有海瑞？我这里没有。我这里也没有。申大人。大人，立刻把这些勾决的名单送刑部，5时3刻行刑。是。阁老，有没有送镇抚司招谕的？没有。皇上没有勾决海瑞。徐阁老，您不是有要紧的奏本要呈给皇上吗？皇上正等着呢，叫你这就送过去。陈公公，圣体眼下如何？皇上吃了这几副药，刚见起色，今日又不好了，眼下正在床上，又看海瑞那道奏书呢。阁老，这个时候犯忌讳的东西，最好不要给皇上看，多承关照。苏青、孟静，把广东和谭纶的奏本给我拿来。陈公公，走吧。